废物东西！你都要冻死了，这半张饼还死死护着干什么？拿来吧你！我穿越了。朝廷让我接收流放犯，可没说管饭。这冰天雪地的，我都吃不饱，你就在这烂泥潭里等死吧！大牛哥他好像没气了。你个废物，冻死拉倒！这饼给你堂弟吃，还能给老李家留个种。赶紧吃，吃完去前面那个破庙避风，别管这死尸。诈尸了！他真活了。吃，大口吃。那是掺了整整3成观音土的杂面饼。老畜生，明早你要是不被活活憋死，老子随你姓！你个小畜生反了天了！想打架？来，在这冰天雪地里，只要见了血，不用半个时辰，体温就得送光。你猜我敢不敢拉着你全家一起冻死在这儿？别打了！疯了！你真是疯了！大牛，你个白眼狼，你就等死吧！不管饭，让我等死？这堂子有东西，一群没见过世面的古代土标。这么大一个天然野生大冷库，居然说没吃的！开！天不亡我！这泥鳅为了越冬，身上贴的全是肥膘，纯天然高蛋白啊！1条、2条，够活命了。这不就是天热速冻保鲜膜？他还真敢抓呀！这流放犯真是饿疯了，连这泥潭里的土长虫都敢抓着吃。那玩意儿一股子土腥味儿，吃下去肚子能疼3天。别管他，冻死饿死都是他的命。都把门看紧了，谁也不许放他进来。那边还有东西，出来！好家伙，野生沐浴，这玩意儿淀粉含量极高，饱腹感拉满。这帮古代土著居然当成毒草，有吃的就能撑过去。这儿被封，火也有，别灭。成了，先烤2条垫肚子，香味出来了。什么味儿？爹，好香啊，好像是肉味儿。大牛哥在哪儿弄的肉？这小畜生，他居然在烤肉！走，那是咱们老李家的东西，凭什么他一个人吃独食？等等，有人来了！赖子哥，那边真有肉味儿，还真是肉。哟，新来的流放犯挺会享受啊，这荒郊野岭的还烤上肉了。有事说事儿，别挡着我的小烧烤。瞎了你的狗眼！这大岭村外30里，连根草都是我们赖子哥的。你在这点儿火，交柴火钱了吗？小子，我看你这身棉袄不错，脱下来，连同这几串肉一起孝敬爷爷。爷爷发慈悲，让你多活半个时辰。活该，叫他吃独食，这小畜生今天死定了。赖子哥，别跟他废话，识相点儿，少受罪。要我的棉袄，就怕你们这几副软骨头，穿上也会被冻成冰棍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兄弟们，把这废物的皮给我扒了！赏你们一把！啊！我的眼睛，好疼！我的眼睛瞎了！腿！下一个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放开我！这30里地到底是谁说了算？你爷爷饶命！你说了算！你说了算！早这么说不就完了？带着这个废物滚！以后见到老子绕道走！快走！爹，大牛哥鬼上身了吧？他几下就把王赖子给打死了。别出声，这小畜生疯了，彻底疯了。先活下来，再算账。这东西不能生吃，先煮开，毒性才好处理。草木灰水够用了，碱性物质与醋酸钙反应，不仅瞬间中和了毒性，还能凝固。李大牛疯了，他熬毒药想拉咱们全家垫背，那可是烂肠子的麻芋头啊，吃一口就得肿死！快把破庙门堵上！这疯狗自己不想活了，还要拖累我们老李家。没见识的土鳖，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，这叫魔芋神豆腐。成了，今晚有救了。油出来了，这才叫饭。爹，闻着更香了。爹，好香，
太香了，那毒草怎么会变成豆腐？我要吃，我快饿死了！他总不能真不给咱们吃吧？大牛啊，误会。二伯抢你的饼，那是怕你吃不消观音土。咱们到底是一家人，打断骨头连着筋呐！爹，快点！大牛，你干什么？一家人？刚才把我扔在雪地里等死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是一家人？大牛，有话好说。想吃？行啊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拿你们缝在裤裆里的碎银子来换，1两银子，1碗豆腐。你怎么知道？你这点心眼儿，藏不住。快，就在破庙那边！村长来了，你完了！完了！一个发配来的，敢在大岭村的地盘上把人打成重伤，给我把这个不知死活的狗东西围起来，打断他的狗腿！打，狠狠的打，打死这个欺师灭祖的小王八蛋！来得正好。这味儿咋这么香？我1天没吃热乎的了。小子，你少在这装神弄鬼，打伤了我们大岭村的人，你今天别想离开这泥潭！老头儿，打我容易，但后果是你们大榄村这个冬天少说也得再饿死几10口人。你确定还动手吗？你放屁！尝尝魔芋豆腐。村长，那可是麻芋头啊！老汉就尝一口。村长咋样啊？我操！老汉我活了60岁，也从来没吃过这么香的牛肚。牛肚？老头儿，这就是你们大岭村漫山遍野却当成毒草的烂肠麻芋头。村长，他给你下毒，那是麻芋头，吃一口喉咙就会肿成发面馒头，会憋死人的。下毒？如果我下毒，村长现在还能站在这里跟我说话？实话告诉你们，这叫土法脱毒术，专门供皇帝的御膳秘方。皇帝吃的，那还能有假？就这玩意儿脱了毒，真能卖去镇上的大酒楼。老头儿，你问到点儿上了。老头儿，不仅能让你们大岭村这个冬天饿不死人，还能赚上白花花的银子。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。李家后生，只要你肯把这脱毒的秘方交给村里，这大兰村就算你入伙了，条件你开。只要你把村西那个破窑洞划给我当落脚点就行。他要住那鬼地方，这笔买卖，你做不做？后生，那以前死过好几个要饭的，夜里还老传出鬼哭狼嚎嚎的声音。那地方晚上真叫唤。你要住那儿？哼，我都被流放了，命比鬼都硬，还怕个锤子？一句话，行不行？成交。从今天起，那破窑洞就是你的了。明天一早，我亲自来请教秘方。今晚算有窝了。大牛，好侄，你现在有房子了，快带二伯一起去。咱们老李家可不能分开啊！想要跟我住？行啊。刚才我说过了，1晚上租金1两碎银子。拿钱，没钱，滚回破窑里继续啃你的观音土去。原来是风声。今晚先凑合一宿，这四面漏风的，得赶紧弄点东塔那半边塌掉的墙堵上。破是破了点，能用，糊上这面墙，不然半夜真得冻死。这味儿不对，黑的，不石头，这是煤！老天爷啊，别人眼里的毒石头，在我这里可是工业革命的亲妈！浅层露天煤矿，有了这玩意儿，今天就让你们这帮古代土著开开眼，什么叫硬核重工业！明天大岭村该换个活法了，先把煤砸细，水也得够，轻的浮上来，重的沉下去，这就干净多了。接下来才是核心。生石灰在燃烧时，能把煤炭里的有毒硫化物死死锁住，变成硫酸钙留在煤渣里。他这是在和泥，还是在炼妖？看不懂就闭嘴。这叫工业固硫，没毒没烟，烧起来那叫一个得劲儿。模具也有了，孔越匀，火越旺。这黑泥疙瘩真能烧。阿达，看见没？这才叫烧火的家伙。1个、2个，继续。
咋越弄越像样了？西北风正好风干，这得有上百个吧？完工！咱这高效率煤球，这不是手拿把掐？没做完了，还有刨坑。在整个东北大火炕，睡觉美滋滋。火炕是啥炕？大西北第一张火炕落成。第一炉，真烧起来了，热气走起来了。今晚冻不死了。当家的，你看那边，大牛那破窑洞怎么冒热气？这小王八蛋到底干了什么？连阎王爷都收不走他吗？不行，那是咱们老李家的地方，走，咱们也去烤火。那里肯定暖和。那边有热气，救命啊！好冷！李家后生，大牛兄弟，让我们进去借个火吧。大牛啊，开开门吧。这大火烫腚啊，真是舒坦。这会儿知道冷了。真暖啊！没事，让大伙进去暖和暖和吧。再冻下去，村子就绝库了。大牛，我是你亲二伯呀！快让开，冻死老子了！让我上炕。哼，谁让你进来？哎呦，大牛，你反了天了！敢拿火棍戳你二伯？想进来可以，想进来烤火可以，不过我不是做慈善的，拿劳动力来换。干活就能进去？签合约，从今天起，所有想进我这窑洞避寒的人必须给我签契约。男人去后头给我挖矿石，女人给我洗煤和泥、压煤块。我干！我这把老骨头还能和泥，大牛老板算我一个。我也干，只要能活命，让我当牛做马都行。按了手印就得听我调度。活过来了，别乱，按组干活，谁偷懒谁出去冻着。加好了，下一批。这么多，能换多少银子啊？别光顾着暖和，手上的活别停。去镇上先试一车，能烧能暖还便宜，这生意不可能不成。老爷，快出事了！大岭村拉了一车怪黑煤来镇上卖，便宜还耐烧。你说什么？大岭村那帮穷鬼不仅没毒死人，还要拉这些便宜的黑煤块来抢我的生意！去，把镇上黑虎堂的50个刀手全给我叫上！老爷，前头就是大岭村矿坑，就是那儿。一帮要饭的流放犯也敢断我钱大福的财路！今天把那破窑洞给我砸平了！那个叫李大牛的直接废了扔去喂狼，还有那个烧毒石头没毒的秘方，必须给我搜出来！哎，黑虎堂的人真来了！大牛啊，完了！镇上的黑虎堂倾巢出动了！好吧，大牛老板，那钱掌柜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活阎王啊！咱们这几十个老弱病残，手里连把铁器都没有，拿什么跟人家拼？赶紧从后山跑吧！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他们有刀啊！跑出这窑洞，在这零下20度的雪地里，不用他们砍，半个时辰咱们就得全部冻成冰雕。跑出去也是死路。想活命就按我说的做，把昨晚备好的东西带过去。大牛，拿灰煤干什么？迷他们的眼睛吗？迷眼睛？那太低级了。我要给这帮古代土鳖上一堂终生难忘的物理课。快去准备，记住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准探头。钱老爷到！里面的人听着，我是镇上的钱大福，李大牛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现在立刻滚出来，把这煤矿和脱毒的秘方交出来！老爷，我大发慈悲，给你留个全尸。钱掌柜好大的威风啊！想要我的矿和秘方？行啊，东西就在我手里，有种你就自己带着人走进来拿。哼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兄弟们，给我冲进去！见人就打，死活不论！都挤什么？往里冲！就是现在，杨晨！护煤，装神弄鬼，给我砍！撤！快撤！真打退了！
天雷，他会换天雷，这不是凡人，这是妖法！救命啊！有妖怪啊！妖法，没文化真可怕。这叫物理学粉池爆凡。物什么？今天算你们命大，再敢往前一步，就不是摔一跤这么简单了。钱掌柜，刚才你说要废了我是吧？误会，大牛爷爷都是误会。行，礼尚往来。现在我给你两条路，要么我让人再扬一把眉粉，要么把你的马车骡马还有身上的银票全给我。我选第二条，我钱大福给您当孙子，给您拉车。哼，还算识相。是，您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滚！明天一早带着车队来装煤，记住，是我的车队。哼，大伙儿看到了，跟着我李大牛，天王老子来了也跪下。从今天起，大岭村联合挖煤队正式成立，我就是大掌柜。你们只要出力，我保证在这个冬天，全村顿顿吃饱穿暖，还要让大伙儿口袋里都揣上银子。大掌柜威武，誓死跟着大掌柜干！大掌柜，村口来了一大队当兵的。看旗号是朝廷的官军，全都穿着铠甲，拿着长枪。他们好像是在暴雪里迷路了，马车都陷在咱们村外的雪坑里，正拔刀逼着村长开门呢。冻得快绝望的官军，这哪是来抢劫的？这明明是给咱们送年货的大肥羊来了！开门！左卫军奉命押运，征用村子避寒。再不开门，全当流口就地正法！好暖和，好香。算你们这帮刁民识相，把火炉和肉汤都端出来，算你们劳军有功。慢着，军爷，您怕是误会了，大岭村不是善堂，我是个生意人，这汤、这炉子都是商品。商品？你还要跟老子收钱？你知不知道我们是谁？我管你是谁。大雪封山，方圆百里连个鬼影都没有，没有炉子和热汤，你们今晚都得冻成冰雕。一碗胡辣汤1两银子，火炉带100块蜂窝煤10两银子，概不赊账。一个破炉子敢要10两银子，你这是趁火打劫，敲诈官军可是死罪。军爷，命重要还是银子重要？你们身上的铁甲现在就是催命冰块，这炉子烧的是无毒精炼煤，有了它能活到京城。10两银子，友情价。好，算你小子狠，给钱。只有20两，先给2个炉子和20碗汤，剩下的到驿站再给你送来。我不做赊账的买卖，不过嘛，没银子也可以物物交换。车上那些没用的破铜烂铁，还有那匹拉车的健壮骡子，全给我留下。成交，卸车，把废铁和骡子留下。兄弟们，喝汤，烤火。有了这些铁，我的土高炉和流水线机床终于可以开工了。大岭村的重工业今天正式起航。这帮流放的贱民，居然靠着毒石头赚了这么多银子，连官军的竹杠都敢敲。快回去禀报各位老爷，他们有铁有钱又如何？这大雪封山，地里连根草都长不出来，咱们联合起来，一粒米都不卖给大岭村。看这帮穷鬼抱着银子和黑炭，是怎么被活活饿死的！
大掌柜，出大事了！镇上的钱大福联合了4大粮商，把所有粮铺都关了。不管咱们出多高的价钱，他们就是1粒米都不卖给大榄村啊！李大牛，你不是有银子吗？有银子买不到粮，这老东西把破铁来换红薯，这就是下场。3天后，等你们米缸彻底空了，你们全村都得跪在雪地里，求老爷们收编，乖乖把煤矿交出来，还能赏你们一口泔水喝。完了，这下全完了，没有粮食，有金山银山也得饿死啊！跟我玩经济制裁？行，你回去告诉你们老爷，这煤矿，老子不仅不交，还要砸了你们的饭碗。半个月后，你们囤的陈化粮，只能用来喂猪。死鸭子嘴硬，3天后来给大岭村收尸。都别哭，听我说，没粮吃，咱们就换条活路。老爷们，跟我干活，去后山翻黄泥，废铁也翻出来，动作快，别乱。一块往这边送，废铁堆右边，别急，手上稳，黄泥压实，别漏风，都退开，留出空地。火起以后，听我号令，风箱稳住，别停，轮子转起来。退后，别靠路口，看住泥槽，别慌。真出铁水了，都看清楚，这就是铁水。大牛，这铁真成了。从今晚起，大榄村有铁，别看傻了，准备接下一炉。他们断粮，咱们断财路，铁器就是咱们的粮路。从现在起，进铁器时代，都稳住，别抢手。慢点，沿草走，退后，别靠近。下一组模具接上。成了，真成型了。继续，别让炉火停。别乱，按顺序来。这铁管子真硬啊！勾陈，能破红土。这玩意儿还能咬着转，这不像农具，像神物。别拜了，这些要拿来救命。大牛啊，你打这些铁管子干什么？咱们没米下锅，马上要饿死了呀！谁说咱们要饿死了？不买粮了。有了这些工业铁器，咱们直接在雪地里种菜。大掌柜，咱们到底挖啥？这地冻得像石头。挖壕沟，纵横交错的挖。今天给冻土装上地暖，铁管先下沟，别抖，口子对齐，砖石压稳。大掌柜，这能种菜？能不能？今晚就知道。大掌柜，东西买回来了，1大车，才花半两银子。好，这就是顶棚材料。草木灰水，起到煤油。刮薄，别刮破。成了，拿去盖棚，竹架别歪，往上撑，别松手，顺风压，磨面拉平，别留皱，缝都压死，别漏风。这棚子真挡风啊！天一黑，点炉，火稳住，别乱加。地底下热了，土松了，真松了，热气锁住了。种子拿来，轻点买，别压死。大牛绝对是疯了，数9寒天种地，他要能种出来，我把地里的雪吃了。随他去折腾，等他那点存粮吃光，看他怎么跪着求人。大牛，里面真能活！老天爷啊，这是春天！看见没有，粮路长出来了。大牛把春天借来了！哎呀，咱们有救了！这才哪儿到哪儿，再过几天能掐第1茬。粮商想饿死咱们，等菜进镇，
我看他们怎么跪！这点出息先别嚷，听我说，再过几天就能掐第一茬菜去卖，绿叶菜进镇，砸他们的场子。反杀接上，去镇上！味儿不对，停下，别碰叶子，马上退后。大掌柜，这是什么怪物？昨天明明还好好的。这是蚜虫，再拖一晚，这盆菜全废。那怎么办？菜不能死啊！叫人马上熬药！快来人！暖棚出事了！锅架起来，水先烧上，别乱倒，按我说的来。这味儿也太冲了！虫子怕的就是这个味儿，这叫喷雾器。一人一桶，拿稳了，排成2队进棚，叶子正反面都要喷到。跟紧我，别踩菜笼，先喷虫多的叶背，别喷空，1寸别漏。我看着呢，不漏一片。喷完一排，再换下一排，喷完再退，别半途停。封棚，等天亮，今晚轮流守棚。继续看叶背，死了，虫子全死了。大掌柜，咱们的菜保住了。废什么话，拿筐来，黄瓜1筐，韭菜1筐，别压坏，直接装车，装满2辆车，去镇上砸场子。算算日子，大岭村该断粮了吧？明天去收煤矿。李大牛，你还没饿死？来镇上要饭吗？闲步。这腊月天哪来的翠羽黄瓜？这是神仙变的吗？韭菜我要了，10文钱1把，10文，大把叫花子呢。少废话，听价。水萝卜1两银子10个，韭菜1两银子1捆，黄瓜1根1两银子。谢绝讲价。借我来10根黄瓜，再来5捆韭菜。我出银子太多，袋子装不下，下一批我先定。你们不是要封锁吗？现在我出10倍价，你们的陈化粮留着喂猪吧。大掌柜万岁！再也不用饿肚子了。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后山有生面孔，手里还拿着怒剑，黑风寨盯上咱们了。完了，2个银子全是土匪的，怎么跑吧？大牛分了粮食逃命吧！跑？往哪儿跑？大雪封山，能跑几里？站起来，别丢人！这家业谁也别想动，土匪也是人。今天关门打狗，全村老爷们儿站出来！大牛，咱们没像样铁刀啊！谁说咱们没有铁？搬铁！废铁上炉，先做长杆铁头，退后别挡路，竹竿挑直的。这东西真能挡土匪？不靠刀法，靠阵型。短平，别抖，一条线，别乱，进了就当劈柴，打退一个，赏10斤米，保护粮食，保护粮道。别急，等他们进。开门，粮食银子都交出来。第1排刺，第2排刺，别退，给我往里冲！按节奏，别乱。杆子长，有空子，起身，贴上去砍！他们冲进来了，扔长杆，滑刀，照劈扔，抡起柴刃向前压去。他们的都不行，别散，压着打。谁退？我砍谁？这哪是刀，这是斧头！快跑！有种单挑啊！嘿，别追，先绑人。是岳雷，怎么这打赢了？大牛神了，这真是神兵利器呀！二当家，咱们会死吗？怕个屁！18年后又一条好汉，老子没打算活着回去。打完硬仗都饿了，把蜂窝煤炉支起来，加大铁锅。好嘞，大掌柜。炉子摆中间，大锅架上，倒汤。搞什么名堂？二当家，好香啊！闭嘴，别丢人。肉片青菜下锅，
我真饿了。想吃吗？打了一场硬仗，兄弟们都饿了。舒坦，这大雪天吃涮羊肉配鲜黄瓜，给个皇帝都不换。成王败寇，要杀要剐，给个痛快！你少拿这些东西来恶心老子！老子横行西北，就算饿死，就算从这山崖上跳下去，也绝不给你当牛做马！哼！谁要你们当牛做马？我这不叫抓俘虏，这叫招收正式矿工，签的是劳务合同，包吃包住，有烧得滚烫的大火炕睡，冬天顿顿有着鲜蔬羊肉锅，顿顿管饱。只要干活卖力，算件记仇，干得好，年底还发银子，让你们在村里盖新房娶媳妇儿，不用提心吊胆怕官兵剿，不用在山洞里挨冻。一句话，端起碗干饭还是被埋进雪里，自己选。太好吃了，老板，我们以前在山上过的都是猪狗不如的日子，天天啃冷面饼，连口热水都喝不上，这哪是坐牢，这简直是神仙日子！以后兄弟们生是你的人，死是你的鬼，谁敢偷了富阿梅，我拿命劈了他！老板，我力气大，我一天能挖10筐煤。老板，我不用娶媳妇儿，我力气大，只要顿顿有白菜吃，我干到死。兄弟们，以后跟着老板吃香喝辣！大掌柜，这帮新来的太可怕了！这几天，矿区的产能翻了3倍都不止啊！这叫胡萝卜加大棒的现代管理学，悍匪也能变劳模。老板，大掌柜有情况，这东西太呛口了，我正准让人把它搬出来扔进山沟里呢。您看，大掌柜，赶紧扔了吧，别染了毒气！把这玩意儿扔了！老天爷喂饭啊！这是咱村称霸西北的终极武器！老板，这到底是个啥宝贝啊？能吃？这东西叫硫磺，纯度极高，连提纯都可以省了的天然硫磺矿，懂吗？你们这2个土鳖！通知矿上的兄弟，马上停止挖煤，从现在开始，全力开采这种黄色石头，谁挖得多，这个月老子赏他娶媳妇儿的本钱！大掌柜，这玩意儿真能响？能不能响，明天就知道了。你说什么？老二带了50去打一个穷村子，不仅没谁抢到粮食，还被人全活捉了去挖煤。大当家，千真万确啊！那个叫李大牛的不仅没杀二爷，还天天给他们吃蔬菜涮羊肉。二爷他们现在一天挖8个时辰的煤，喊着死也要死在大榄村的矿上，说再也不回来当土匪了。奇耻大辱！这算是踩到座山骄子的脸上拉屎！全寨集合，把所有的弟兄都给我叫上！今天我要踏平大榄村。防守挨打从来不是我的风格，既然他们要来，咱们就在半道上给他们准备一份大礼。老板，大当家他们来了！这条风雪口是进村的必经之路，两边都是陡坡，他们带了100多号人，全都挤在这条窄道上了。李大牛，你个不知死活的流放贼，立刻跪下受死！老子今天大发慈悲，留你全尸，否则我让这儿鸡犬不留！别废话，老子没空跟你玩过家家。点火，让他听听声。几个破罐子就想挡住老子，冲上去剁了他！这还是人吗？一挥手召唤天雷，移山倒海，这是神仙，这是活阎王啊！雷神爷爷，天兵下凡，小人有眼无珠，冒犯了神仙，求大爷收了神通吧！小人服了，小人带着全寨兄弟投降，求大爷留条狗命啊！老板，全寨都跪了。杀你们太浪费粮食了。从今天起，这世上再也没有黑风寨。黑风寨整体收编，正式更名为大岭村重工业安保大队。大当家，你就是大队长，以后不仅要给我挖矿、看守大棚，还要负责村里的押运任务。敢有二心，下一次这雷火就不是炸石头，而是直接塞进你们嘴里。谢大老板不杀之恩，以后安保大队您指哪儿，我们摇哪儿。137个，这下真成大队了。黑风寨库房钥匙全在这儿。这油都臭了，以前抢来的没人要，臭油脂也是钱。闲人退后，别乱碰。这味儿比牢房还臭。臭归臭，都是银子。这些臭油也能卖钱？脏东西洗干净就值钱。压实风干，明天看货。这就是臭油做的。这方块能干啥？我的亲娘哎！这滑溜溜的方块是什么神仙玩意儿？居然能把老子这双黑手洗得这么白！这叫肥皂，不仅能洗手，洗衣服、洗油污更是一绝。肥皂作坊开张！这东西真不臭了。分3等，挂牌卖。都洗干净，别丢老板脸！
先供矿工，再卖镇上。这又是一门大生意。啊，它自己会转！水力榨油机，好香啊！水都能给咱们干活，有油就有钱，大岭村该发财了。煤20车，肥皂12筐。安保大队护车，谁敢抢货，先过我这关。大林村真要翻身了，货出去，银子就回来。咱们真的富了！大牛啊，好侄子儿啊，求求你给口吃的吧！你二伯的腿都快烂了，我们已经3天没吃过1粒米了。大牛哥，以前都是我们瞎了眼，咱们可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血亲啊！求求你收留我们吧，我什么都愿意干，给我个刷厕所的活吧，只要给我一口饭吃。大岭村不养闲人，刷厕所。你平时养尊处优，干不了这精细活，去后院给那群黑毛猪铲粪喂食吧。每天按工分吃饭，干不好晚饭减半。大掌柜，大祸临头了！府城的知府大人亲自出马了。知府大人点齐了300带甲的精兵，带着县衙的捕快往咱们这边赶来了。他们说咱们大岭村私自屯兵，囤积居奇，要定咱们个谋反的大罪，把咱们的煤矿、大棚、肥皂作坊全当成逆产抄没啊！慌什么？跟官军动刀枪，那是杀头的谋反死罪。咱们大朗村可是遵纪守法的好良民，对付这帮贪官根本用不着火药和刀枪。大掌柜啊，人家300把明晃晃的钢刀都已经怼到咱们鼻子底下了，不用刀枪，难道咱们嘴遁把他们说回去吗？我要跟他们打一场经济战。传我大掌柜最高指令，即刻起，大榄村对府城实施绝对的经济制裁，断绝一切煤炭、蔬菜、植物油的供应，把我们在府城周边路商队全部撤回。老二，带着你的人，把咱们洗煤剩下的那些煤渣、废料全给我拌上石灰灰和黄泥，沿着村口的木栅栏，连夜给我浇筑出一道3米高的石墙。墙体砌好后，直接往上泼血水。明白。等下。天亮前再泼3遍。反了，反了！李大牛，你个贼配军，私筑城墙，囤积居奇，你是要造反吗？还不赶紧开门，把产业交出来，本官还能留你一条全尸！造反？知府大人这帽子扣的可真大。我李大牛可是合法尿税、带头致富的好村长。道士大人您不在府城衙门里待着，跑到这冰天雪地里来喝西北风，怎么府城现在没煤烧了吧？这大雪天的，知府大人的18房小妾是不是在被窝里冻得直哭啊？买，想要我的煤矿？行啊，拿真金白银来买，想白嫖门儿都没有。牙尖嘴利的狂徒，破了这道压克墙，里面的金银财宝、蔬菜鲜肉全归你们！上！都给我上！给我围起来！我就不信他们一辈子不出来，冻死这帮刁民！好冷，我受不了了，这铁甲快把我的肉冻死了。底下的兄弟们，天寒地冻的，给贪官卖命，值得吗？我大岭村做生意，童叟无欺，一个热煤炉子加一锅肉，换你们手里的一把刀、一杆枪或者一身破铁甲，只要交了，就是我大岭村的客人，不挨冻。我当兵1个月才8两银子，我还不想死，我换！我也换！这破铁甲谁爱穿谁穿，老子要烤火！别抢，这是我的刀，给我一锅热汤！你们这是哗变！你们这是要满门抄斩的！大人，满门抄斩也比现在就冻死强。弟兄们给你卖命，你却连口热饭都不给。现在咱们都是大岭村的顾客，
你再敢叫唤，信不信弟兄们拿你换大牛老板的10斤猪肉？大牛，家族恩准你重回族谱，现在你把煤矿、工坊和大棚的账本全交出来，收拾好行李，跟我们回京吧。家族会给你安排个闲职，保你后半辈子衣食无忧。看清楚了，这是大岭村过去3个月的净利润，相当于朝廷西北3省1年的税收。你觉得那张冰冷的族谱值多少钱？京城的达团节贵们现在为了这一块肥皂得排队1个月，而这仅仅是我产业链中最小的一环。你所谓的恩准，在我眼中不过是过时的破烂。回去告诉那帮坐在京城里做梦的老东西，西北的规则现在是我定的。少爷，我马上就要带着成箱的银子和技术去京城了，不是去认祖归宗，而是去给他们查账，让他们把脖子洗干净，等着迎接工业时代的来临。大掌柜，咱们这么硬刚京城，真的没问题吗？没有问题，因为历史抽轮的滚滚向前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。